除夕，因为小舅子带的礼物比我好，岳母就毫不掩饰对我的嫌弃与厌恶。陈海，你不满意我就直说，用得着拿一堆破烂恶心我吗？小舅子也在一旁戏谑附和，全然忘了，以他月薪3000的工资，哪有钱买这么贵的礼物？4年了，从我这借的钱，他也该还回来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什么钱？陈海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小舅子满是得意的脸瞬间僵住，梗着脖子，满脸涨红。他心虚地躲过我的目光，求助似的给我岳母和我妻子沈月递了个眼神。岳母立马满眼心疼，看着我埋怨道：大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都是一家人，谈钱多伤感情啊！你摸着良心说，当年要不是小峰把给领导开车的机会让给你，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吗？妻子沈月却也在帮腔，话里话外全都是我做事不地道，伤了家里人的心，眼神中透出的嫌弃毫不掩饰。可两人却只字不提小舅子借我那300万买房钱，4年了，年年说还，年年拖延。之前黎月没问我意见，就把钱借给自己弟弟。碍于他和岳母家的面子，我什么都没说。钱虽然不少，但还在我承受范围内，晚点还也行。但今年经济很不景气，合作方一直没给我打款，害得我年前差点连公司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下来。沈月是见证者，他知道我前几天有多愁，白头发都多了好几根，可依旧对我委婉的提醒装听不见。现在竟然有脸来埋怨我，而且他们觉得之前给领导开车很自在舒适，受人尊敬吗？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，不然我何必辞了开车的工作，转而去做生意呢？对上小舅子得意的眼神，我刚想开口，却被岳母直接打断。大海呀，今天除夕，提这些糟心事干嘛？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妈不怪你。正好小峰说要请咱们一家人吃饭，咱们走吧。话一出口，赢得了沈月和小舅子的一致同意。还钱的话题被他们顺利接过，一点都没问我的意见。小舅子甚至还表示，他开着自己那辆大 G 当司机，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亲民姿态，全然忘了这辆车的首付50万也是黎月从我这拿钱给他付的。而且对于小舅子请客吃饭这事，我听得直皱眉头。自从我和黎月结婚后，小舅子逢年过节就说要请一家人吃饭，每次到最后结账的时候都会找借口，不是手机忘带了，就是支付限额，最后还都是我掏的钱。他说的好听，隔天转给我，事实却是到现在他一顿饭钱都没转过来。妻子沈月明显看出了我的不满，挽着我的胳膊撒娇似的说道：走吧，听说小峰年终奖发了不少，今天好好宰他一顿。我叹了口气，说到底还是一家人，而且沈月都发话了，如果我再揪着不放，倒显得我这个当姐夫的不懂事了。思考片刻后，我答应了下来。临近中午，我们一行4人坐着小舅子的车来到饭店。我去上个厕所，回来正好听到小舅子拉着沈月在埋怨些什么。姐，你可得好好管管陈海了，这么点钱还年年催，小心眼都用到我身上了。要我说，他能有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沈家的功劳，他连钱带人都是我们沈家的，凭什么催着我还钱？岳母显然同意小舅子的话，板着脸训斥沈月：当初你们结婚，我就是看中他没爹没妈才同意的，想着你们没负担，能多帮帮你弟弟。现在可倒好，要钱都要到我们脸上了，你是怎么当姐的？
沈月低着头陪笑，不敢反驳，满口答应钱不用还，一定好好管教我。而小舅子对这幅场景见怪不怪，心安理得的边点菜边跟着岳母表达着不满，听得我只感觉一股郁气憋在心头，想发却发不出来。感情这么多年，岳母是一直把我当工具人用了。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，虽然我在沈家从没体会到过被他们当亲生儿子的感觉，但我可是真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一样看待。我从小父母双亡，没体会过家人之间的亲情。和沈月结婚后，我才感觉自己终于有了归宿，所以我心里一直觉得岳母就是我妈，小舅子就是我的家人。对于沈月拿钱补贴岳母也好，给小舅子买车买房也好，我向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谁用钱不是用？要不是今年真遇上困难，我恐怕也不会张嘴让小舅子还钱。没成想，却偶然间听到了岳母的真心话，真可笑啊！我故意加重脚步声，回到包厢。岳母及时停止了这个话题，看向我的目光中带着温和和慈祥，全然没有了刚才嫌弃与厌恶我的态度。大海回来了，快坐吧，看看你想吃什么。小舅子也殷勤地把菜单递给我，大气地说道：“来，姐夫，随便点，这家的海鲜很出名，多吃点。”两人的态度看得我疑惑不已。但大过年的出来吃饭，我也不想闹得不愉快，所以也就没有旧事重提，而是看向了菜单，这才发现波龙、鲍鱼、帝王蟹等海鲜，还有这家饭店的主打菜佛跳墙，全都被小舅子点了一遍，每个都是1人3份。我都怀疑小舅子到底发了多少年终奖，这是要一顿吃完。等菜上来后，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，他们也只吃了1份，剩下的竟然是想打包回去当年夜饭。岳母还说等到了晚上，这些海鲜会更入味，听得我有些诧异。按理说沈月这些年没少补贴家里，岳母不至于这么小家子气啊？难道是？没等我仔细思考，服务员打包好后拿出了账单。你好，这边是9888元，请问是银行卡还是？我把目光看向小舅子，他目光躲闪，不敢看我。岳母猛地一拍手：“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！”小峰为了尽孝心，把年终奖转给我了，我居然把手机落家里了。大海呀，你先给我，回去就转给你。原来在这等着我呢，难怪他们这么殷勤。现在是怎样？换个套路让我付账吗？服务员就在一旁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，让人看笑话，利索地把银行卡递给服务员，对小舅子说：“回去记得转给我，这钱我还有用。”岳母不满地瞥了我一眼，一顿饭而已，有必要计较得这么清楚吗？话没说完，却被服务员歉疚的声音打断：“不好意思，先生。这边显示你银行卡余额不足，请问你还有其他的卡吗？”怎么可能？我猛地回头，心中惊讶不已。我前2天刚往里面存了笔钱，足足1000万，让财务给员工发工资，不可能连1万的剩余都没有吧？满打满算发出去几百万，那也能剩几百万啊！我正想让服务员再试试，无意间扫过沈月，却发现她的脸色不大好，低着头，心虚的不敢看我。与此同时，岳母和小舅子也默不作声，佯装无意地看向别处，全都回避了我的眼神。想起银行账户除了财务有权限划钱，妻子也知道账户密码，我心里有种不好的猜测。就在我要询问时，沈月突然起身，对服务员说道：“我这有，去扫钱吧。”话落，他甚至越过了服务员，
一马当先的往前台收银处走，可见此刻有多心慌。我沉着脸，一言不发地跟了上去，直到回了岳母家，我依旧没开口询问沈月。我在等他给我个解释，却没想到他故意避着我，拿岳母当挡箭牌，躲着不敢见我。这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就在这时，财务的电话打到了我手机上，焦急地问道：“老板，明天就过年了，员工都等着发工资呢，有很多员工电话都打到了我这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的钱什么时候能到账？”财务的语气有些无奈，看样子是被员工催得没办法了，所以才来问我。可我闻言却直接愣住了，工资还没发，1000万不是早就到账了吗？这是我亲自确认过的，早就应该被系统自动发出去了。存钱的账户里现在连1万块都没有，难道不是发完工资后，剩下的钱被沈月拿走了，而是我刚存进去就……目光扫过客厅里，正和岳母聊天说笑的沈月，我不敢置信地放在手机质问道：“沈月，我放银行账户的钱是不是被你转走了？”客厅的气氛凝固了一瞬，岳母不耐烦地抢过话：“大海，你这是什么语气？小月是你老婆，转点钱怎么了？所以这是变相的承认了。”而且岳母也知道我没搭理岳母，只是目光直直地看着沈月。我想亲耳听到我妻子，我这个偏心帮娘家魔怔的妻子亲口说出来。沈月被我盯得没办法，沉默了好一会，这才佯装恍然，不在意地说道：“哦，你说的是那1000万吗？确实是我取的。小峰这不是快结婚了吗？想买个大点的房子，把咱妈还有他女朋友一家都接过去。我想着钱放到银行卡也是放，还不如先借给他应急，等过2年再还回来。还？他拿什么还？就凭他那1个月3000的工资。还有，你偷偷给你妈、给你弟转钱，不是1次2次了，每次我都没说什么。但这次这么大数额的钱是要发工资的，你心里一点都不清楚吗？”这些话我都没说出来，只是苦笑着看向沈月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那你知道不知道，这笔钱是我拿咱家房子抵押，从银行贷的。没了这笔钱，不光公司运转不下去，咱们也无家可归了。”沈月的表情立马变了：“怎么可能？”我本以为他会立马后悔，询问我怎么回事，岳母也会着急的把小舅子喊回来，却没想到岳母突然似笑非笑的嫌弃道：“大海呀，不就一点小钱吗？又不是不还你，至于找这么拙劣的借口吗？还抵押房子。”小峰说的真没错，你心眼还真小。闻言，沈月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，明显相信了他妈的话，指着我的鼻子怒斥：“陈海，你什么意思？威胁我不把钱拿回来，就不让我回家？我弟弟用你钱是那是看得起你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人这么小肚鸡肠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我把你放心里，你把我踹沟里。这些年，我自问对妻子一家100%顺，照顾的不能再周到了。之前岳母在老家种地，是我在市里买了房子，把他老人家接进城，他只管收租金享福就行。我给他买按摩椅，防止他老人家腰酸背疼，给他找保姆，怕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不安全。逢年过节或周末，没有一次不带着沈月来陪他，大大小小的礼物，如果堆起来，把岳母家塞满都不为过。结果呢，那些礼物转手就到了小舅子手里。这些我都没说什么，岳母偏袒自己的亲生儿子，理所应当。但沈月可是我妻子，是要和我生活一辈子的人，现在这样对我，从背后捅我一刀，合适吗？我苦涩看着沈月，带着最后一丝侥幸问道：“你也怀疑我说谎吗？我就问你，
今天能不能把钱要回来？”沈月的目光有些挣扎，瞥了眼岳母，岳母眼珠瞪得溜圆。沈月就像是得到了鼓励，冷冷地说：“不能。”我心里最后那一根支柱倒下，腿软的差点没站稳，苦笑不已。岳母也冷哼一声：“陈海，我现在都后悔把月月嫁给你了，一家人用点钱还不情不愿的，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？这样吧，你现在和月月道歉，然后在公司给小峰安排个副总的位置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小峰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是时候有个安稳的工作。”我直接打断了岳母，第一次拒绝了他。做梦，招他进去白吃白拿，还副总的位置，凭什么？却没想到下一秒一个巴掌就甩在了我脸上。沈月怒极开口：“陈海，你太过分了，赶紧和我妈道歉！”感受着脸上的刺痛，我心里也像是被密密麻麻的针刺穿了一样，生疼无比。我不由自主地攥紧拳头，因为太大力而指尖泛白，再也忍不住怒火咆哮道：“凭什么？我这些年帮你弟弟帮的还少吗？因为我拒绝你妈你就动手？滚蛋！你特么愿意和谁过和谁过，赶紧离婚！对了，我抵押房子借钱可没骗你，告诉你那吸血鬼弟弟，零头给他抹了，一共1500万。不还，特么的，就法院见吧！起开！”话落，我一把推开被惊呆的沈月，就往门口走。岳母却及时从愣神中清醒，拦在我身前，厉声怒喝：“陈海，你疯了？怎么和月月说话呢？我们家从没亏待过你，现在你竟然想和月月离婚，没良心的白眼狼！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他是怎么做到不要脸，还能顺带把过错丢给我的？凭他是我岳母吗？凭他觉得我就应该给他们沈家挣钱，任劳任怨，不求回报，做他的春秋大白日梦去吧！”我冷笑着，面带不屑地开口：“没亏待我？你是指把给领导开车的机会让给我？特么的，我本来是光明正大考到上去的，当国家的公务员，晋升渠道很顺畅，结果呢？你看机会不错，把安眠药下到牛奶里给我喝，让我错过面试，又花钱让沈峰替我去给领导开车，你以为很好啊？我每天喝酒喝到胃出血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是沈月最清楚。”沈月再也不复刚才的理直气壮，深深地低下了头，不敢看我。岳母也是一时语塞，只能色厉内荏的没理找理。我先不说这些，要不是我介绍你过去，你辞职后能有这么多的人脉开公司挣钱吗？你敢说这些不是我促成的？一说这个我就来气。现如今没点本事，人家谁搭理我？那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，每天送礼应酬求来的。现在是人情社会，指望见过几面就让人家帮你，想什么好事呢？当然，我的酒量确实是那时候练起来的，这点没办法否认。但能挣钱，可是我自己的能力，和他们家有什么关系？不说沈月只是家庭主妇，就连岳母和小舅子都是靠我挣钱补贴度日，不然小舅子那大巨哪来的？他现在住的30亿厅的房子哪来的？天上大风刮来的？这些我没说出口，因为沈月最清楚我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，有多少次醉倒在路边，凌晨才被清洁工发现，给沈月打去电话。我指着沈月，冷哼一声，对岳母说：“这些你问你女儿去吧，她是见证者。”话落，我不顾沈月伸手要挽留，直接推门就走，毫不留恋。到楼下，小舅子的大 G 正好开过来，下车时他旁边还跟着一个女孩。见到我气冲冲的模样，有些诧异地问道：“姐夫，你这是干嘛去？晚上还要吃年夜饭呢？从我这拿到钱了就喊姐夫了，
没钱没势就喊陈海，可笑！我现在一看到他，就想冲他那张无辜的脸上来一拳。演戏还演上瘾了，我去哪管你屁事？你们一家人吃吧。对了，钱赶紧还回来，不然你妈会告诉你后果的。小舅子面色瞬间涨红，见到旁边女孩投来疑惑的目光，无能狂怒，冲着我愤怒大喊：陈海，你胡说些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果然，我就知道他不认账。我瞥了眼小舅子身旁的女孩，转头又戏谑地问他：你确定要我现在说出来也行，省得人家姑娘成了受害者？最后我还是没说出口，因为小舅子气急败坏地拉着女孩就走了，没给我说话的机会。临上楼前，他还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回给他一抹冷笑。接下来我没继续留在岳母的小区，而是直接开车回了家。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想起多少个日夜沈月把醉酒的我抬回来照顾的场景，我心里不禁泛出些许苦涩，又有些不舍。其实对于沈月，除了她毫无底线地帮助自己弟弟，别的方面我还是很欣慰的。记得当初刚辞职创业，每晚我都喝到很醉，回到家却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，沈月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餐桌上还摆放着已经冷掉的饭菜。她听到动静，立马睁开朦胧的双眼，充满警惕。看到我后，却又笑了，起身扶我到沙发，又忙着去厨房煮醒酒汤。那一刻，我是真正明白了有家是什么滋味。不管多晚，总有人在等我，也总有盏灯是为我亮的。所以我才特意让沈月辞掉了工作，安心在家操持家事，去外面挣钱。有我这个男人就够了。可最近几年，沈月不知道犯了什么魔怔，对小舅子无底线的纵容，要钱给钱，要物给物，任劳任怨，还要听小舅子和岳母两人不满的训斥。我劝过很多回，可如今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不能接受他毁了我们自己的家，也要帮助小舅子这件事。当晚我一夜无眠，接近5、6点钟，还是咬牙整理了离婚协议书。至于离婚后我和沈月、和岳母、小舅子发展成什么样，老死不相往来也好，都随意吧。我累了，不想再继续了。外面已经响起了新年的炮竹声，可家里却冷冷清清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刚要回卧室补个觉，财务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不是催钱，而是新年祝贺。老板，新年快乐，祝您福星高照，万事顺意。对了，按您的吩咐，员工的工资都发下去了，他们让我对您表示感谢，说果然没信错您。还有业务部的几个小姑娘还特地录了拜年的视频给您，您别忘了去群里看一下。还有，财务的小姑娘就是个话匣子，只要是没有烦心事，心情好，那话就停不下来。我之前在公司就领教过，没办法，我实在困得不行，只能开口打断了她，又耐着性子看完拜年视频，顺手往群里发了50个200的红包，才终于躺在了床上。临睡前想起昨天下午回来后，给合作方打了几10个电话，威胁他不把钱结清就去他家里过年的事，嘴角控制不住地勾了起来。好在他把钱打过来了，不然我现在躺的就不是自己家的床，而是他家的门口了。这样想着，没多久我就进入了睡梦中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突然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。与此同时，沈月温柔的声音突然在我身旁响起：老公，起来吃点东西吧，吃完再睡，听话。这声音好像穿透了我的身体，抵达在了我梦里，致使我刚听到的瞬间还以为自己在做梦。可渐渐的，
我感觉到了呼出的热气，还有独属于沈月香水的味道，这让我瞬间惊醒，猛地睁眼，吓了沈月一跳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看着身穿家居服的沈月，我有些分不清，现在是什么时间了？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她不应该在自己娘家陪着她妈和弟弟吗？怎么会来这？缓了缓神，我皱着眉问他：先别喊我老公，你怎么有空回来？怎么不多陪陪你妈，安慰安慰她？昨天我那番话，应该把她气得不轻吧？沈月的脸上有些不自然，大概是察觉到我对她态度的改变了吧。毕竟以往我从没这么对她过，也从没不尊敬过她家人。但她明显知道是因为什么，犹豫了好一会，她才委屈地哭诉道：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小峰是我们家传宗接代的希望，我知道自己对他太纵容了，可我就他这么一个弟弟，我没好气地打断了他，那就毁了我们的家，来成全他。你是不是太不在意我了？他还在狡辩，我最不满意他的就是这点。一遇到有关于小舅子的事，他就变得很执拗。我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岳母和小舅子经常对他进行心理暗示，才造成这样的。沈月闻言有些慌张，我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那笔钱是用来填公司窟窿的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动。现在怎么办？还用得着我去找小峰要钱吗？看他那目光躲闪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问的这句不是真心话，恐怕他心里也没想过要找小舅子要钱，说出来不过是附和我罢了。我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心里暗自下了决定，钱他是一定要还回来的。我说的去法庭也不是和他开玩笑，这个你要告诉他。还有，我纠结了好一会，在他有些慌张的目光中，还是咬牙说出了后面的话：沈月，我们离婚吧。这话一出口，我浑身感觉轻松了许多，心中积压的郁气也消散了些许。与之相反，沈月却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踉跄地往后退了2步。老公，你是在和我开玩笑的对吧？看着沈月嘴角有些凄惨的笑容，我慢慢摇了摇头，我是认真的。沈月眼眶肉眼可见的红了，眼泪顺着她的脸流下来，让人看着心疼不已。她猛地擦干眼泪，一把半跪在我面前，声泪俱下：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别不要我以后再也不偏袒小峰了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待你，补偿你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我强忍着不舍，挣脱了他抱着我大腿的手，冷声拒绝了他。沈月的抽泣声一滞，快步往房门外走，边走边说：你肯定是和我开玩笑的。老公，睡了这么久，饿了吧？我做了饭，这就给你端上来，等我。他走得有些匆忙，像是后面有恶鬼在追他。没多久，外面就响起了他撕心裂肺的痛哭声，我也感到很难受。可这个决定是我深思熟虑后才定下的。如果沈月以后依旧如此纵容，惯着他弟弟和他妈，那我真的承受不住。与其以后后悔痛苦一生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痛苦一时。所以纠结片刻后，我还是把整理好的离婚协议书发给了他。沈月走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。在大年初一的当天离开我们家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而在客厅的餐桌上，则留着他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。想必他是不想面对现实吧。而再见岳母和小舅子，却是在法院的审判庭上。岳母坐在证人席，小舅子坐在被告席，全都目露愤恨地看着我，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。我毫不在意，只是淡然一笑。过年后，在上班的第一天，我就委托律师把小舅子告上了法庭，用的理由是侵占私人巨额财产拒不归还。
警告后依旧不知悔改。我自问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，给了小舅子充足的时间，也将不还钱的后果告诉了他。可他既然不当回事，那就不能怪我了，总不能让我给他买单，事后还要遭埋怨吧。随后，我将银行卡的大额转账记录交给了法官，还有委婉地提醒小舅子还钱。他同意并要求拖延的消息截图。小舅子见到这些，气急败坏地骂我不当人。陈海，我看你真是疯了，因为一点钱把我告上法庭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夫。你放心，我回去一定告诉我姐，让她和你离婚，你等着吧。操！岳母则是在证人席大呼小叫，说着冤枉，没欠我钱。可有了小舅子刚才的话，岳母的狡辩如同放屁，被法官冷漠地驳回，并且吩咐在场工作人员制止了他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没忍住嗤笑出声。他们不会还不知道沈月离开了吧？难道也不知道我和他已经协议离婚了？看吧，沈月，这就是你的家人，这就是你的好弟弟。你离开这么多天，他们有关心过你吗？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吗？走了也好，省得你看见他们再次心软。我冷笑着开口：法官同志，可以尽快宣布审判结果吗？我实在不想看到这对母子俩了。法官选择采纳了我的意见，因为证据确凿，不论岳母和小舅子两人如何喊冤，都被判处欠债1500万元整，规定时间内要还给我，不然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小舅子哪有这么多钱还我？早就买了各种豪车和别墅，过着我梦寐以求却不舍得享受的生活。他们也尝试过取得我的原谅，给我打电话，去公司找我服软，可我没搭理，只是让保安把他们赶了出去。最后两人才想起了沈月，想给他打去电话让他劝阻，可得到的回应却是号码是空号。两人没办法，只能卖了各种能卖的东西填补窟窿，结果也只卖了几百万，距离还清遥遥无期。小舅子的女朋友见势不妙，果断离开了他。以往一些因为钱和他交朋友的狐朋狗友也纷纷远离，所幸小舅子直接摆烂，网上成了黑户，被单位开除后，整天靠着岳母接济度日，当了个大龄啃老族，啃到最后把岳母攒的钱全都挥霍了一空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后面我听朋友说的。和小舅子的诉讼结束后，我就把公司卖了，选择来云南开了家民宿客栈。这些年，我虽然挣了不少钱，却也把身体喝坏了。想体验一下小舅子那奢靡的生活，也体验不了，只能来到这种宁静的地方，陶冶下情操。我也想享受一下生活。刚从外面钓鱼回来，碰巧遇到客人办理入住，我就随口对前台后面的休息室喊了句：老婆，来客人了，你帮他扫一下身份信息。沈月从里面走出，白了我一眼，没好气道：喊什么？知道了，还不赶紧去洗漱？你儿子还等着你晚上带他去看篝火大会呢。对，我差点忘了，那臭小子在哪呢？不知道啊，你去房间找找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